宇宙大爆炸是瞎猜的，還是真的有實錘證據呢？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把宇宙的歷史濃縮成一天，人類文明的出現可能連最後一秒都占不到？而關於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，那個被稱為大爆炸的瞬間，到底是科學家們腦洞大開的終極幻想，還是真的有鐵證如山的科學依據？最近，詹姆斯·韋伯空間望遠鏡在深空拍到了一些不該存在的東西，甚至有人喊出大爆炸理論要崩塌了。今天，我們就来聊聊这個困擾了人類的終極命題：宇宙大爆炸到底是真理還是謊言？其實啊，大爆炸這個詞最開始竟然是個黑秤。1949年，天文學家弗雷德·霍伊爾為了嘲諷這個理論，隨口說了句：“難道宇宙是砰的一聲爆炸出來的嗎？”結果沒成想，這個詞兒竟然火了，最後還成了正統名稱。你說這是鬧的？100多年前，連愛因斯坦都覺得宇宙應該是靜止不動的。但1922年，弗里德曼通過數學推導發現，宇宙其實是在膨脹的。緊接着，勒梅特神父提出了原始原子假說，也就是大爆炸的雛形。他認為宇宙是從一個極小的點炸出來的。當時大家聽了都覺得這神父是不是想把上帝塞進科學裡啊？直到1929年，哈勃發現遠處的星系都在遠離我們，而且離得越遠，跑得越快。這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。哈勃定律的基礎是光譜紅移現象。簡單來說，就像救護車離你遠去時，聲音頻率會變低一樣，星系遠離我們時，光波會被拉長，顏色向紅端移動。愛因斯坦看了哈勃的觀測結果後，尷尬地承認，那個宇宙常數是他這輩子犯過最大的錯誤。自此，宇宙大爆炸理論正式確立。1964年，兩個工程師彭齊亞斯和威爾遜在調試天線時，總能聽到一種嗡嗡的雜音。他們以為是天線上的鴿子糞搞的鬼，結果清理乾淨了，雜音還在。後來他們才發現，這竟然是宇宙大爆炸留下的餘暉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。這就像是爆炸現場留下的煙霧，雖然過了138億年，但依然充斥在宇宙的每一個角落。這一下，大爆炸理論徹底封神，那兩位工程師也順手拿了個諾貝爾獎。科學家們還算了一筆賬，如果宇宙真的是從大爆炸來的，那最初產生的元素比例應該是固定的。觀測結果顯示，宇宙中氫和氦的比例跟理論預測驚人的一致。2011年，天文學家還真的在深空找到了幾乎只有氫和氦的原始氣體雲。這些證據加在一起，就像是一套完美的邏輯閉環，讓大爆炸理論成了科學界的標準模型。可就在大家覺得可以结課下班的時候，詹姆斯·韋伯空間望遠鏡，也就是我們常说的 JWST， 給科学界投下了一枚震撼彈。他在距離大爆炸僅3億年左右的地方，拍到了幾個又大又亮的星系。按照之前的理論，那時候的宇宙還是個嬰兒，怎麼可能長出這麼強壯的肌肉？這就像是你走進幼兒園，發現裡面坐着幾個身高2米、滿臉鬍茬的壯漢，你肯定也會懷疑人生，對吧？一時間，大爆炸理論被推翻的消息傳遍全網。但我們得理性看待。JWST 發現的這些不可能的星系，其實更多是在挑戰我們對星系形成速度的認知，而不是直接否定大爆炸本身。科學家們現在正忙着修改模型，也許早期的恆星形成效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，或者暗物質在其中起到了某種加速作用。說到這兒，我們就得聊聊現在宇宙學界最頭疼的2個大坑了。第一個就是哈勃張力，簡單說，就是我們用2種不同的方法測量宇宙膨脹的速度，結果竟然對不上。通過背景輻射算出來的速度慢一點，通過觀測遙遠星系算出來的速度快一點。最新的測量數據顯示，這個差距已經達到了10%左右。這可不是誤差能解釋的了，這說明我們的物理學可能漏掉了什麼關鍵的東西。是暗能量在搞鬼，還是暗物質在衰變，或者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在宇宙尺度上需要打個補丁？第2個大坑就是那個讓無數人抓狂的問題：大爆炸之前是什麼？如果時間是從大爆炸開始的，那之前這個詞本身就沒有意義。但這在邏輯上太讓人難受了，對吧？所以現在有很多前沿理論在嘗試填坑，比如大反彈理論，
認為宇宙是在不斷的收縮、爆炸、再收縮、再爆炸，像個彈簧一樣。還有人認為，我們的宇宙可能是從另一個高維空間的黑洞裡誕生出來的。還有一個更詭異的事兒，按照理論，大爆炸應該產生等量的正物質和反物質，但你看現在的宇宙全是正物質，反物質都去哪兒了？如果它們真的是等量的，那它們一見面就會湮滅，最後宇宙裡應該只剩下光，根本不會有你，也不会有我。這說明在宇宙誕生的那一刻，肯定發生了某種極其微小的偏心，讓正物質多出了一丁點兒，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萬物。所以你看，宇宙大爆炸理論虽然是目前最完善、證據最多的假說，但它絕不是終點，它更像是一張還沒畫完的地圖。我們已經標出了大致的山川河流，但還有大片的迷霧區等着我們去探索。有人說，科學就是不斷地推翻昨天的自己，愛因斯坦推翻了牛頓，而未來的某個人可能會推翻愛因斯坦。人類在宇宙面前真的就像是海邊玩耍的小孩，偶爾撿到幾枚貝殼就欣喜若狂，而真理的汪洋大海還在我們面前展開。我們再深入聊聊那個讓天文學家集體失眠的哈勃張力。你知道嗎？測量宇宙膨脹速度其實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流派。一派是考古派，他們盯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看，那是宇宙誕生38萬年時留下的嬰兒照。根據普朗克衛星的數据算出來的哈勃常數大約是 67.4。另一派是实測派，他們用哈勃望遠鏡盯着遠處的超新星和造父變星看，這相當於直接測量現在的膨脹速度。結果呢，算出来的數值是 73.2 左右，這兩個數字差了將近 10%， 在科學界這簡直就是天大的鴻溝。如果這兩個數字都沒錯，那唯一的解釋就是我們對宇宙的理解出大問題了。也許暗能量並不是恆定不变的，它可能在隨着時間变強或变弱。2024年最新的 DESI 實驗數據就暗示暗能量可能真的在進化。如果暗能量會變，那宇宙的未來可能不是簡單的無限膨脹，而是可能走向大撕裂或者大擠壓。你想想，如果暗能量突然變強，最後連原子核都會被撕碎；如果它变弱，甚至变成引力，那宇宙最後會縮回一個點。這聽起來是不是比科幻片還刺激？再說說韋伯望遠鏡發現的那些早熟星系，最新的研究認為，這些星系之所以看起来那麼大，可能並不是因為它們真的有那麼多恆星，而是因為它們中心藏着超級巨大的黑洞。這些黑洞在瘋狂吞噬物質，發出的光芒掩蓋了星系真實的規模。但這又引出了另一個謎題，在宇宙剛誕生幾億年的時候，這些幾億倍太陽質量的黑洞是怎麼長出來的？這就像是你在產房裡看到一個剛出生就長着大鬍子的嬰兒，你還是得問，這孩子是怎麼長的，對吧？還有那個正反物質不對稱的問題，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裡拼命尋找答案。目前最靠譜的解釋是所謂的 CP 對称性破缺。簡單說，就是大自然在微觀層面上稍微偏向了正物質一點點。每產生10億对正反物質，正物質就會多出一個，就是這10億分之一的微小偏差，構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星系、恆星、地球，還有正在看視頻的你。如果沒有這微小的偏心，宇宙將是一片死寂的光海。你說這算不算是某種意義上的奇蹟？其實，大爆炸理論最迷人的地方，不在於它給了我們一個完美的答案，而在於它不斷地向我們提出更深邃的問題。比如，如果宇宙真的是從一個起點炸出來的，那起點內部的物理規律是什麼？目前的廣義相对論在起點面前徹底失效了，我們需要一套全新的量子引力理論來解釋它。這就像是我們要用一把尺子去量原子的大小，尺子太粗糙了，根本量不準，是吧？有人可能會問，既然大爆炸理論還有這麼多漏洞，為什麼我們還要相信它？其實科學界並不是盲目相信，而是因為它目前是解釋力最強的模型。它能解釋宇宙的膨脹，能解釋背景輻射，能解釋元素豐度。這就好比你在破案，雖然還有幾個細節沒對上，但所有的物證、人證和邏輯鏈條都指向了同一個嫌疑人。我們現在的任務不是推翻這個嫌疑人，而是去補全那些還沒對上的細節。
未來的幾十年裡，隨着更強大的望遠鏡和引力波探測器的上線，我們可能會看到宇宙誕生的更早瞬間，甚至能聽到大爆炸那一刻留下的引力波回声。那時候，我們对宇宙起源的認知可能会再次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。科學從來不是刻在石頭上的教條，它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。從勒梅特到哈勃，從愛因斯坦到霍金，每一代科学家都在為這張宇宙地圖添上一筆。而你我，作為這個宇宙中唯一已知的能思考這些問題的生物，本身就是宇宙最神奇的傑作。好了，最後我想問你，你覺得宇宙大爆炸是真的嗎？或者你更傾向於哪種起源理論？是循環宇宙，還是多重宇宙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腦洞，我們一起探討。